为什么伊斯兰教各派要互打？揭开千年世仇的真相。第3章：红色幽灵入侵。前言：水火不容的致命结合。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在上一集，我们揭开了千年世仇背后的地缘政治与资源争夺。我们知道，宗教往往只是政客用来包装权力斗争的华丽外衣，但这无法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中后期，整个中东社会的极端化程度会如此的剧烈，甚至诞生了那些让全世界闻之色变、组织严密的极端武装集团。上一集结尾，我们提到了一个年份：1917年。1917年发生了什么事？俄国爆发了10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色幽灵开始向全球蔓延。你可能会觉得很荒谬，共产主义标榜无神论，这跟中东那些将信仰视为生命的神权政体与极端组织，难道不是水火不容吗？这正是历史最讽刺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这两股看似绝对对立的思潮，在20世纪中东的历史熔炉中，居然进行了一场极度致命的基因结合。今天，我们就要来挖出这个潜伏在现代中东极端主义背后的红色幽灵。第一部分，现代化危机与传统神职的集体恐慌。要理解这场思想的突变，我们必须把时间指针拨回到20世纪中叶。当时的中东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以及欧洲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衰落，新独立的中东国家迎来了一股去神权化与世俗政治的浪潮。当时大批中东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与军方精英，在面对西方强大的经济与科技优势时，内心充斥着深刻的屈辱感与复兴国家的焦虑。他们转头审视国内那些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伊斯兰教条与保守的神职阶级，悲哀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古老的经文与遁世的修行根本无法带领国家摆脱贫穷，更无法在前狼后虎的国际丛林中生存。随着苏联的不断壮大，一股标榜反对帝国主义、强调阶级斗争与国家强制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狂风开始吹进中东各国。从埃及、叙利亚到伊拉克，世俗的左翼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泛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最时髦、最能吸引热血青年的前卫思想。这股思潮让中东传统的宗教领袖与保守派教士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灭教危机。他们发现清真寺变得空空荡荡，年轻人聚集在街头高呼唯物主义的口号，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集会。然而，在这场攸关生死存亡的信仰保卫战中，几位在中东历史上极具原创性与破坏力的宗教思想家，做出了一个彻底改变历史的疯狂决定。既然世俗的左翼理论对年轻人有着如此恐怖的动员力，既然列宁的夺权技术能够颠覆一个庞大帝国，那我们为什么不施以长计以制夷？他们在表面上用最激烈的言辞抨击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但私底下却把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地下细胞架构以及少数精英专政的统治逻辑，完完整整地复制过来，为其披上了一件神圣的伊斯兰外衣。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就这样吸收了共产主义的集权技术，粉墨登场。第二部分，逊尼派的突变。列宁是伊斯兰先锋队。在逊尼派这边，完成这项基因改造的灵魂人物，就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首席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 （Sayyid Qutb）。时至今日，无论是阿尔卡伊达还是各类高举黑旗的现代武装组织，其底层的思想操作系统全部源于库特布的理论建构。库特布早年深度沉浸于西方的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
甚至在1952年曾与倡导西化体制的左翼自由军官组织密切合作，推翻了亲西方的君主制。但随后，随着全面西化的世俗政权对宗教势力的残酷镇压，死里逃生的库特布在监狱中陷入了疯狂的思考：为什么人数众多的信徒在现代世俗国家机器的枪炮面前会如此不堪一击？传统的清真寺讲道与道德劝说，为什么根本无法撼动现代国家的统治结构？1964年，库特布在监狱中写下了一本震撼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短篇著作《路标 Milestones》。无数国际政治学者在多年后冷静地指出，《路标》这本书在现代全球圣战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完全等同于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革命宣言《怎么办 What is to be done》。库特布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神学概念——蒙昧时代 （Jahiliyah）。在传统的伊斯兰历史中，蒙昧时代专指先知穆罕默德创教之前，阿拉伯半岛那个多神信仰、野蛮无知的落后黑暗时期。但库特布却将这个词进行了激进的延伸。他宣称，现在不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连中东所有宣称自己是穆斯林的世俗国家，都因为没有实行纯粹的伊斯兰教法，而全部退化回了历史上最腐败、最邪恶的新蒙昧时代。这些世俗政府制定了人类自己的法律，实质上就是窃取了属于真主的绝对主权 Hakimiyat。 因此，照此定义，眼前的这群世俗统治者根本不是什么穆斯林同胞，而是必须被彻底推翻的异教徒。那么，面对如此庞大、掌握了军队与警察的现代化蒙昧国家，信徒又该如何夺取政权？讽刺的是，库特布在这点上竟向世俗的列宁取经。列宁在《怎么办》中宣称，底层的无产阶级受限于自身的眼界，无法自发产生革命意识，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必须依赖一个具备高度纪律化、由少数专业革命家组成的革命先锋党来引导群众，并夺取政权。库特布将这一套精英专政的逻辑完美的伊斯兰化。他主张，在举世皆浊的蒙昧时代，绝大多数的普通穆斯林已经被现代化社会毒害，他们是指望不上的。要拯救信仰，必须仿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建立一支由极少数纯洁、绝对忠诚的死忠信徒组成的伊斯兰先锋队。这支先锋队不走温和路线，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透过暴力的武装圣战，彻底推翻现有的国家机器，然后掌握政权的绝对暴力，由上而下的在整个社会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透过库特布的手，列宁的先锋党夺权蓝图被完美复制到了逊尼派激进主义的灵魂深处。宗教不再是个人的心灵修行，而变成了一套具备高度攻击性、旨在颠覆政权的政治集权理论。第三部分，什叶派的左倾，伊斯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当逊尼派的激进分子在开罗的监狱里暗中研读列宁的独裁技术时，什叶派阵营的思想突变则在巴黎索邦大学的咖啡馆里悄然完成了。把这股红色基因注入什叶派神学核心的，是被历史学家尊称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建筑师的哲学家阿里·沙里亚蒂 （Ali Shariati）。沙里亚蒂在1960年代留学法国，当时正值全球左翼学生运动、古巴革命与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深度浸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思潮中，与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沙特 （Jean-Paul Sartre） 结下深厚友谊，更深深着迷于反殖民主义思想家法兰兹、法农 （Frantz Fanon） 与古巴革命家且格瓦拉的暴力革命理论。沙里亚蒂亲手将法农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与切格瓦拉的游击战翻译成波斯文，寄回伊朗，在年轻人中秘密传阅。沙里亚蒂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波斯共产党那套死板复制欧洲经验的唯物论，在虔诚的伊朗底层社会根本吃不开。如果想要在伊朗发动一场彻底推翻亲美巴勒维王朝的革命，就必须借用马克思的骨架来在地化什叶派的灵魂。于是，
他创造了现代政治史上最危险也最致命的思想病毒——伊斯兰马克思主义。沙里亚蒂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套用到了什叶派延续了1400年的悲情叙事中。他宣称，历史的本质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而什叶派的神学本质上就是一套属于无产阶级的解放神学。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将历史彻底一分为二的极端概念：红色什叶派与黑色什叶派。在沙里亚蒂的诠释中，红色什叶派代表的是第一代伊玛目阿里与在卡尔巴拉惨遭屠杀的胡生的真正传统，那是一种属于劳苦大众、纯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其核心要义就是永不妥协地反抗世俗暴政，为了阶级解放，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走向殉道。他甚至公开宣称，伊斯兰历史上的早期圣贤阿布扎尔根本就是一个比卡尔、马克思早了整整1200年的原始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先驱。相对的，赖群与巴勒维国王勾结，宣扬宿命论，垄断宗教解释权，逼要信徒乖乖听话，忍受现实剥削的保守神职阶级，被沙里亚蒂痛斥为黑色什叶派。他宣称，这群教士把宗教变成了麻醉大众的鸦片。沙里亚蒂的伊斯兰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的伊朗爆发出了无法想象的恐怖动员力。他成功架起了一座跨越意识形态的桥梁，让大学里满脑子共产主义的左翼青年、城镇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乡村里最虔诚的伊斯兰底层群众结合在一起。这股狂潮最终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结语：劫持革命的黑手。所以，不管是逊尼派在库特布比下发展出的伊斯兰先锋队，还是什叶派在沙里亚蒂手中诞生的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派别都在20世纪中叶成功地把列宁与马克思的红色基因植入了古老的宗教教义中。这股狂潮最终在1979年的伊朗爆发，彻底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但是，这场号称要解放底层劳苦大众的革命，真的带来了乌托邦吗？那位革命建筑师在革命前夕神秘死亡，而这颗庞大的革命果实却即将被另一双冷酷的手给彻底劫持。这个披着神权外衣的新政权，究竟是如何把史达林式的警察国家技术发挥到极致？而现代我们熟知的那些极端武装组织，又是怎么把前苏联的情报系统变成他们统治与屠杀的工具？我们下一集将继续来揭开这场集权实践的血腥真相。我们下集见。附录：库特布与纳瑟的权力博弈。在前面的第二部分，我们读到了库特布在埃及革命前曾与左翼军官非常要好，事故的50几岁笔者立刻闻到了事有蹊跷。经过查询后，来龙去脉如下：1952年，埃及爆发7月革命，由纳瑟 （Nasser） 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马鲁克国王。在这期间，深受西方左翼思想影响的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作为该组织唯一的平民顾问，与纳瑟等核心军官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试图成为新政权的精神导师。然而，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分歧迅速浮上台面。纳瑟等军方精英致力于建立一个世俗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库特布在未能进入核心权力体制，其政治理想受挫后，传闻他将出任教育部长，立场转向激进，开始利用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网络，公开反对军政府的路线。1954年，纳瑟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埃及军政府随即以此为借口发动雷霆镇压，查禁穆斯林兄弟会，库特布因此被捕入狱，并在长期的监禁中遭受酷刑。在政治失败及黑劳凌虐的双重极端打击下，库特布的心理结构发生剧烈转变。为了替自身反抗前政权的行为建立合法性，
他充分发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将早年研读的列宁革命技术与伊斯兰神学融合与包装，在狱中撰写出《目标》一书。但其实事件的本质只是一个政治上遭背叛的受害者心理，透过包装成为了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奠基教条。